大家好，天堂纪念版，你愿意为一款游戏付出多少现金呢？如果是一个账号价值300万台币，并且是伺服器前几名的账号，你舍得把它直接删掉吗？就在昨天，韩服发生一件让韩服玩家震惊的事情。一个伺服器前几名的账号，54级的妖精，并且已经学到3重死跟魂体。这个账号的主人呢，他请韩国 YouTube 实况组100%，竟然在直播中疯狂自杀，将54级的角色硬生生死回了29级，在无数的玩家眼中，将这个角色永久删除。其实这个玩家不只有培养一个妖精的角色，他还有另外培养一个54级的骑士。不过他的骑士呢，在100%的直播前就已经删除了。在100%的直播中有描述这位玩家他培养了2个角色，一共花了15亿韩元，换算成台币就是3000多万。然后也有另外一位 YouTube 创作者也有制作相关的影片。他说，这位顶级课长的2个角色空身情况下，在韩服的交易市场，2只角色一起打包带走，大约会是1亿韩元，就是200多万台币。接着来说说他删角色的原因吧。他会请实况组100%帮他删角色的原因，主要就是他认为恩熙大哥彻底摧毁他心中天堂经典版的回忆。许多玩家会来到天堂经典版，主要就是追求跟盟友一起打王，或者是一起组队打怪聊家常，还有打宝与推王的喜悦跟成就感。然后呢，100%转述这位54级顶尖课长诉说的内容，他说到账号本人练到54级，在野外连一张5防卷都没有打到过。我觉得可能是他的代练有打到，但是他自己手动的时候都没有打到。但是这个不太重要。结果商城的转蛋方块，就是大家俗称的韭菜盒，只要花钱买下去，什么高阶技能、法术、射乳机、天使弓，要什么有什么。那些花费巨额请手动代练的大佬，在这个游戏中得到的只有满满的空虚感。当游戏的乐趣不再来自于游戏本身，像是原本的打王、打怪还有 PVP 的竞技内容，而是变成纯粹的经典商城中的线上博弈。他觉得这种根本就不是天堂经典版，这种叫做天堂方块版。更让这位顶尖课长绝望的是，恩熙大哥毫无底线的营运模式。目前54级开始会变得超级难练，但是大家都知道恩熙大哥的套路，只要未来调整升级需求，让大家又可以更快的练到60等或者是70等，肯定还会推出全新并且更破坏平衡的氪金装备。现在玩家氪几千万点出来的+3+4的武器防具，在之后的版本更新之后呢，就会瞬间变成次级装备。这是一个努力培养角色，但会不断被恩熙大哥抹杀掉的无底洞。然后这位顶尖课长醒悟了，他觉得如果现在不脱身，未来他可能还要再砸10亿或20亿韩元。他认为这已经不是在玩游戏，而是被恩熙大哥当作提款机。当时100%的直播中聊天室也有人询问，为何不把这2只角色的账号卖掉？2只角色呢，54级的骑士跟妖精，空身打包带走，还能回收1亿韩元，为什么要删掉呢？这个顶尖课长他说骑士账号跟妖精账号都是战略物资等级的角色，骑士4个技能都有，妖精魂体3重也都有。账号本人呢，不想要把账号卖掉的原因，他说很有可能卖掉之后这个账号最后会流入到对手血盟，很有可能这样就会回过头来屠杀他的盟友，所以他决定将角色删除，也不会卖掉。原本直播中100%他想说直接删角色，但是聊天室中的观众质疑有可能是在作秀，因为超过30级的角色1周之内都可以取消删除，所以100%就在直播中直接将角色死回29级，并且将角色删除，证明这位顶尖课长账号主人的决心。这个韩服顶尖账号删角色的直播很有可能不是单单一个玩家退坑这么简单，很有可能是课长发起的抵制恩熙大哥的开始。他用价值1亿韩元的账号指控恩熙大哥把玩家的回忆变成经典商城中极低几率的韭菜盒。这位课长用最直接的手段抗议，就是要告诉恩熙大哥，我们玩家很有钱但是我们课长有尊严有骨气，你恩熙大哥承受不起。我是觉得这位顶尖课长很可惜，
他不是玩台服，不然他的抗议肯定不会只有韭菜盒，肯定还有一直压榨玩家练等区域的工作室。我想他都有直接3角色的底气，应该不会像饮料店老板一样说游戏都开多久了，还在跟工作室一起打怪。该检讨的不是工作室，而是我们手动玩家自己。最后就带大家来吃瓜看戏咯。在某个伺服器、某个血盟似乎出现了金钱与感情的纠纷。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某个盟里面呢，有一群课长玩家，因为长期与 A 女固定的团练。所以这些课长呢，决定合资帮 A 女标下3重死与魂体。之后呢，其中有一位课长啊，对 A 女似乎产生了好感，但又好像没有从这 A 女身上得到了什么。简单说就是晕船了。之后这位晕船仔呢，就跳槽到敌盟，然后在某个实况组的直播中，公开指责 A 女过去诸多疑似情感诈骗的行为。然后呢，这位晕船仔想要找 A 女了解实际状况，但 A 女采取的方式就是回避，并且将晕船仔黑名单。随后在游戏中呢，宣称被晕船仔骚扰，不爽完了，打算把账号卖掉。由于晕船仔不满 A 女想要卖账号啊，就跟朋友一起前往去 A 女家找人，想要收回当初这些课长一起投资 A 女的账号。这个 A 女呢，得到账号在没有学魂体跟3重之前，账号本身的价值应该只有3000块台币左右。但因为后来 A 女的账号已经学了魂体跟3重，最终以10万块台币的价格卖出。这笔钱最后都流入了 A 女的口袋中。当然，这篇文章中还有 A 女指控这些课长啊找她约跑的事情。当然，课长也有指控 A 女平时也有找人去宜兰找她。这个呢，我就觉得是当初大家一起投资嘛，就是愿打愿挨。现在因为没有怎样到，所以要把账号要回来，这个操作感觉不太道德啦。难道还有火山孝子把钱讨回来的道理吗？不说我还以为在演紫色曼陀罗。传说中有一种花，俯瞰世间的悲欢离合，爱听红尘的真假虚实，笑谈人生的情欲纠葛。这花只有在黑夜盛开，它有毒却可以治病，犹如烟花般的绽放，令人迷恋。随即消逝的美艳，让人刻骨铭心。这花隐喻贪婪的欲望是夺财的阴谋，嗔恨的野火是复仇的手段，痴乱的情爱是诈情的面具，巅峰的无畏是心魔的化身，狂傲的根源是恐惧的网罗。这种充满神秘的花朵，我们就称它为紫色曼陀罗。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对于韩服课长3角色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哦。那经典版居然也出了每日抛，但是要打3小时靠腰。太小啦！